你们会跟我一样过敏，然后找不出原因，很痛苦吗？就是很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鼻塞、流鼻水，然后眼睛就开始痒。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直都在当人体空气清净机，帮大家过滤台北的空气。然后因为过敏真的太严重，然后我的家人朋友就一直说我应该要摆一台空气清净机在家里。直到最近呢，我终于用到一台我满意的，就是现在真的鼻塞啊，然后眼睛痒的状况都好很多。这台呢就是 Dyson 的 BP04。那老实说呢，我之前一直都以为空气清净机就是打开，然后让它吸空气，空气就会变干净这样子。但是用了这台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真的是一个乡巴佬。就是现在空气清净机真的进步到这样子了，它全身上下都是亮点。光是第一点，这个永久除甲醛就不得了，没有听错，是永久哦。然后它的手机 App 超多数值监控，然后风量超强之外，还非常安静，一绝了吧这。除此之外呢，它其实真的超多细节，然后我们今天真的讲不完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带大家看看这一台 BP04它到底有哪些亮点，还有我使用起来的心得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它的霸气外观。我一开始收到它，然后打开它的时候，我非常惊讶一个点，就是它有轮子。设计师也太聪明了吧！就是除了移动很方便之外，你会发现它的轮子几乎是隐藏在下面的，根本就完全看不到。所以整个视线呢，都会注视在它这霸气的外表哦，是蓝色金色的贵气配色。我觉得它的实体真的比照片好看100倍，真心不骗。在机身的圆筒处是360度的进风口，那它里面呢有3层的滤网，我们等一下再来一一的介绍哦。在上面这个很特殊的设计呢，它是一个半圆球的出风口，它里面呢其实设计是有很多巧思的，它这里面呢其实是会创造出超强的气流。简单来说，它的风是会在里面撞击之后喷射出来。那这个呢是 Dyson 独家的科技锥形气流技术，那最长呢可以到10公尺之远哦，所以它的风超大，最大是可以放在30平的房间里面都没有问题。而且你不要看它这样子，它因为那个技术的关系，所以它的这个风是可以调角度的，就是你今天想要往上一点呢，往斜一点都 OK 哦。那它这个风呢，其实是有很强的循环作用，所以你在它旁边，其实你会感觉到它的进风还有出风量都非常的豪迈。那因为它的循环能力非常强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做了一个小实验哦。我们这边呢实际用烟雾给大家看一下吸入空气的效果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烟雾呢，就瞬间的被吸进去。所以，例如说平常空气不好啊，或者你看到手机上面它的侦测数值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侦测器哦，你就打开它，它其实进化的那个速度非常的快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要讲到它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，就是它的3层滤网。那为什么这个 BP04它有那么强的净化效果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只看到结果嘛，就是觉得空气很干净啊，或者是数值看起来很干净。可是它的过程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呢就一定要提到这个 BP04的3层滤网，因为它每一层过滤的东西都不一样哦。首先最外层的这个是360度的 HEPA H13 滤网，那这一层的能力是它可以捕捉超级小的粒子，但是多小？就是它可以捕捉到99.95%小至 PM0.1 的超细微粒，还有95%的过敏源。你看我们平常都是在讲 PM2.5， 可是这台呢，它是可以抓到 PM0.1 哦。那 PM0.1 有些甚至是比病毒还要小，像是花粉啊、尘螨、细菌或是病毒，它都可以过滤。而且这一层滤网它可以使用5年，5年非常的久哎。再来，我们进到第2层，这个是复杂碳滤网。这一层呢是专门处理气味跟有害气体的，像是我们煮饭的油烟味啊、猫砂盆的臭味，或者是看不见的苯、二氧化氮等等的。那这个复杂碳滤网除了它的名字非常特别之外，它还比一般的活性炭滤网吸附这个二氧化氮的效率高出3倍哦。那大家非常关心这个滤网可以用多久？这一层复杂碳滤网它可以用2年，真的也是蛮久的，对吧？再来，我们就要进到这一台的最后一层滤网，也就是它的杀手锏 SCO 甲醛催化滤网。你知道甲醛其实很毒吗？甲醛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，跟肺癌、鼻咽癌等等癌症有极大的关联性。而且甲醛它最恐怖的就是它没有味道，也没有颜色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吸进去多少。而且它有些是慢慢释放甲醛哦，就是什么新家具或新装潢，它有可能会慢慢释放，最长达到15年。然后我们每天就这样子一直吸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台的这个 SCO 甲醛催化滤网超级重要，因为它最猛的就是它可以永久分解甲醛，是永久哦，没有听错。
那这个呢是 Dyson 的专利技术，它不是用吸附的方式，而是用分解的方式把甲醛分解成水跟二氧化碳。它整个过程是永久循环的，它就一直在那边帮你分解，所以它不用换滤网。所以如果你有空气这方面的疑虑，例如说你刚换新家啊、刚新装潢，或是刚买很多新家具，那这台呢它有甲醛的侦测加分解的功能，我觉得就非常值得考虑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要进到 BP04它的空气监测功能哦。那 Dyson 呢，为了怕你不知道它的空气净化能力很强，所以它把很多的这个感测器都装在里面了，而且不止一个感测器哦，它里面竟然装了5个感测器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有一个小小的 LCD 荧幕，它这边是可以看到一些数值的。但是比起这个荧幕呢，其实我更常用的是手机的 App， 因为它手机 App 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你所有的这个空气品质相关的数据。就除了空气素质的整体报告之外，它还有 PM2.5 啊、PM10啊，然后 HCHO、VOC、NO2、二氧化碳、温度跟湿度。而且它这个 App 很好用，就是它可以直接设定我们的 BP04什么时候要打开，例如说每天早上固定9点开到晚上11点，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手机当遥控器，可以设定它的风量啊，或者是它吹的角度等等的。所以虽然它这边有附一个遥控器，而且是磁吸的，但其实我用手机 App 比较多。那关于这些数值呢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看它的数值是怎样。那自从这一台进驻我们这边之后，我们其实就非常的有感，空气都变得非常的清新，而且呢，冷气好像就不用开那么强。那它里面呢，其实有一个超赞的指标，就是二氧化碳指数，就是它可以侦测现在室内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。那这个好用在哪里呢？就是例如说我们这边人一多，可能有人来拜访之类的话，那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其实就会变高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的数字，其实可能就会变红色或是黄色，而且那个时候呢，也会真的很想睡觉，就非常的明显。那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可能现在要开一下窗啊，让它透透气这样子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说说我使用这台 BP04的使用心得哦。就是呢，我觉得它除了超级强的空气净化功能之外，我觉得 BP04它本身也是一台非常用心设计的空气清净机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预算有落差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东西真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例如说那台 Dyson 落地灯，它的 LED 可以用60年。或者是我家的那台 V12，现在已经用了4年了吧，就是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这台 BP04，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概念，就是它可以跟着你跟很久。就例如说你今天要换新家，然后新装潢什么的，它可以除甲醛。然后最重要，空气清净机的换滤网这件事情呢，它才2年，然后5年换一次就好了，其实真的非常的久。而且这台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细节都还没有讲到，例如说它超级安静，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有针对噪音的部分去特别做机械设计来降低震动，就是很多诸如此类的小细节会让人觉得很爱，然后会觉得他们的产品真的很用心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比较一下机型哦，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一开始都搞不清楚 Dyson 到底出了几台空气清净机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来帮大家快速的整理一下 Dyson 他们家出的3台空气清净机，它们的差异到底在哪边吧。我们直接呢帮大家整理懒人包，就是呢这个 BP 家族除了我们今天介绍这台 BP04之外，其实还有其他颜色可以选择，例如说像是 BP03，它是亮银色加上哺乳式蓝，还有这台 BP02，它是非常美的这个白色加上柔雾银色，是不是非常漂亮呢？然后这3台都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功能，像是 HEPA H13 滤网，可以吸附 99.9% 的细菌跟病毒，还有 95% 的过敏原过滤功能。然后它们3台风力都一样大，也都有全机密封的功能，不怕空气2次污染。但是因为这3台呢，它们都有感应器还有滤网的差异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分解甲醛或者是过滤更多的有毒气体的话，就要选择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台 BP04。就你不觉得有它在就很安心吗？所以不知道大家现在家里有没有空气清净机，或者你现在在用哪一个厂牌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分享，或者是你对这台空气清净机有怎样的疑问，也欢迎在下方提出。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这台空气清净机啦，就是你光看图片你会觉得它的造型很特别，但是其实你看久了你会觉得它很高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的产品都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